大家好，我是潇洒的人类。今天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关于如何正确的饲养宠物，以及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宠物。想起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网上有一条新闻，在成都的一个小区里边，一条狗咬伤了一个小孩，咬的确实挺惨，我在这里就不放视频了。然后呢，国内呢就掀起了查狗潮。说巧不巧呢，我的家人昨天也被狗伤到了，还好是小伤，没有那么严重。其实类似于这种事情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因为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将我的鹦鹉带在我的身边，尤其是小乖，我带的时间比较久，而且小乖比较听话，特别的亲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伤人的事件。但是就是有一次呢，一位顾客戴的这个金项链让小乖站在他的肩膀上拍照，我还没有来得及阻止，结果小乖就把人家顾客的金项链咬断了。当时我一脸懵逼，小乖啊，他对这个金属的东西特别感兴趣。这时候我就赶紧跑过去跟顾客道歉。这位顾客呢非常的通情达理，他过来说不用你负责任，况且呢它是一只动物，它也有感兴趣的东西。当时呢我是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位顾客是我在国内工作了这么久见过为数不多的非常讲道理的一位顾客。话说回来，饲养宠物呢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个人选择的权利，但是最基本的素质咱应该要有。理论上讲，我爱养啥就养啥，跟其他人有个毛关系。对，这个理论我也赞成，但是凡事都有前提条件。这个事情的前提条件就是你首先需要保证你饲养的宠物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不仅仅是你的家人，还有邻居。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再进行宠物类别的选择。假如你有想养宠物的想法，或者是你已经在养宠物了，看看自己是否满足了养宠物的基本条件。首先第一点，最主要的就是宠物养护的责任。作为养宠物的人，我们必须意识到养宠物是一项重要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娱乐，还要确保我们的宠物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然后呢，宠物平时需要吃，需要喝，需要护理，需要关爱。其实说白了，现在以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年轻人是不适合饲养宠物的。当然观赏类的宠物除外，像什么鱼呀、爬虫类的，像什么变色龙呀、蜥蜴呀、蛇呀，这些东西不在考虑范围内，因为这些东西你只要管好它的吃喝和环境就可以了。假如你是一个上班族，每天很忙，但是又想养宠物，你可以试一下这种观赏类的宠物，就是说在它的生活当中不需要人类太多的干预，你只用负责它的卫生、温度、湿度、吃喝就 OK 了。其次就是选择适合的宠物。在选择宠物的时候，你需要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住所的限制。不同的宠物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狗需要散步，猫需要猫砂盆，鸟需要鸟笼，鱼缸需要换水维护等等。选择一个与你生活方式相应的宠物，可以确保你能够满足它的需求。假如你住的和我一样是小区或者是公寓，这种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居住场所呢，你考虑的问题就要比较多了。就比如说养狗，你遛狗的时间，因为在你想散步的时候，楼底下全是人，一帮大爷大妈，有跳广场舞的，有出来遛人类幼崽的，然后你拉一条狗出去，小狗还行，你再拉一条大狗，他们就在背后会指责你。现在家里边也就是鱼、虫和鹦鹉，但是小区里面住的老年人多也有好处，就是每天早上鸟叫的声音其实挺大的，但是呢，他们也从来没有提过意见，因为一个比一个起来的早，这也算是一个好处。再下来一点就是宠物的培训和社交化，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去教导你的宠物该如何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下去生存。比如就是家里面来人了，它应该什么表现，你带出去玩的时候遇见路人跟它玩，它应该是什么样的表现。不管是鸟还是猫还是狗，都是可以训练的，而且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它们需要关爱和陪伴。其实更多的是你在教导他们，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去和他们进行互动和沟通，这样长时间下来，你宠物的性格会非常的好。还有一点比较主要，就是控制宠物的数量，不要养过多的宠物。我见过好多人在家里面养了7、8条狗，我当时养7、8只鸟我都照顾不过来，再别说他养了7、8条狗。其实真的很麻烦，除非你每天有大把的时间去照顾，那咱另当别论。其实讲了这么多，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就是当你想好了要养一只宠物的时候，你真的需要认真考虑宠物的需求，确保它们能够过上快乐健康的生活。养宠物是一项有责任感的事情，不仅仅是你对宠物负的责任，而是你要对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都要负责任。我说过，你在饲养宠物的同时，它们同时也在治愈你，这个是他们给你最大的回馈。但是前提是你跟他们有良好的情感基础，不然就会真的像我们这里一句土话说的，就是日娃不管娃。我身边好多朋友也问过我好多问题，他们老是问我该养一个什么样的宠物，我每次的回答都很统一，我说你不适合养宠物。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多，就是宠物到底用不用去训练它，会不会很麻烦，需要多久时间？这个问题呢，我给我朋友是这么回答的，我说宠物培训可以帮助宠物预防一些就是不好的习惯，使宠物更容易管理。人类呢有法律去约束，宠物必须靠主人来约束，因为你也不想听见别人总在背后说你们家的孩子没有家教，不懂礼貌。所以呢，约束这一点呀是必须的。其实说了这么多，最主要的就只有一点，就是请将它当成你的家庭成员去对待，它不是你的玩具。因为养宠物呀，可能会改变你的作息，因为它们毕竟是动物，不可能像你一样熬夜睡懒觉，它们的生活是很规律的。因为生活规律呢，不仅对它好，对你本身也好。就拿狗来举例子吧，假如说每天你都是7、8点钟吃完饭带它下楼去散步的，那么它每天晚上7、8点都会下楼去拉屎去尿尿，不会在家里面进行这些行为。然后呢，鱼缸也是，假如说每天开灯的时间不一样，那么鱼缸里面的水草或者是珊瑚，那肯定会死得很快。所以我今天讲的所有一切，假如你没有养宠物的话呢，请你认真考虑之后再做打算。好了，今天废话挺多，就到这儿吧。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联系我或者留言，我们改天见，拜拜。